你好来，你伸一个拳，他伸一个拳哈。你如果用这个手在这边接，第一个你要取得一个比较大的接触面，接触面，然后你比较好操控的是哪里？如果是这个地方的话，我们讲这个，我们如果用这个来接，你放松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接触到它的深入它的肌肉了？深入它的肌肉了。好，所以你自己去转动你这个，当你这样子的时候，当你这样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改变了它的肌肉的走向了？是吧？所以你越松，你如果是在这个地方接，你是这样子接的话，还是一样。你从这边松掉进来的时候，当你这样转动的时候，不是用你的力量转动哦，是转动这个耻骨跟桡骨，然后让你的肌肉跟它的肌肉能够粘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的这个粘就改变了它。听不懂？你自己也是一样嘛？你这样子，你手握拳，你手握拳，你现在往前推，你往前打，你的力量是这个样子，对你来讲是最有效的嘛？这个肌肉走向是这个样子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是当我改变了你这个肌肉走向的时候，你的力量就没有了，是吧？因为你现在最有力的是这个方向嘛。我把你这个地方，或者你任何一个地方的肌肉走向变成这样子，你没有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听不懂？那你要怎么能够改变它那个？就你跟它你要放松的跟它粘在一起，然后你自己的这个转动带动它的肌肉的变化。所以这一侧也可以，不一定是哪一边。看你能够善用你的哪边的肌肉可以动。听不懂？因为这个是要你跟它接触的肌肉在动，不是你的手动。所以，当我这个样子接触，我跟你接触的地方，我的手这个肌肉我可以这样动，我不需要用这样动是没有用的。你看我这样动，我是不是就改变了？我如果是这样子接触，你看我接触点，我这样动，它就改变了。我这样动，它也改变了。所以看你跟它接触的地方，那个地方你自己的肌肉，你是不是能够操控？听不懂？所以接触面积越大，对初学或者对应用来讲，越有效。你的接触面越大，你可控制的范围就越大。听不懂？如果不要你会了，我就算手指头接触它，我手指接触它，它这样站着很有力。我手指接触，我手指的方向改变，它就改变了，是吧？我不是用手指推它，我改变了它这里的肌肉的方向，它身体的整个结构就变了，结构力就变了。这有点神奇啊？这个有点神奇。还是一样啊，因为我的指头会变化，我的手指跟你接触的地方会变化。它这样站，最主要的结构，比方讲这个地方嘛，最主要的结构力嘛，所以它这边能够撑起来，能够往前，对它来讲是最有利的嘛。所以我在这个地方，我如果改变了这个，它就跑掉了。听不懂？就是这样子而已啊！你不要去用力去推它，在它最佳的结构上面跟它拼力，没意义啊！改变它，改变掉它的结构。那你开始你会用你操控你自己的肌肉很有限，你就先不用这个，你就先用接触的多的，比方讲手掌，你这个手掌会动。就接触多的地方，它这个力量是这个样子的，把它转成什么？比方讲，我要往这边带，我把它转成这个样子，它就跑掉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把它这个力量，我把它转成这个样子，它一样走掉，是吧？
把这个直线把它变成这个，变成这个，它就没有力了。听不懂？所以就看你能够操控你自己哦，不是操控他哦。老师，你是怎么瞬间跟对手这么亲密呢？就是放松。我跟你的接触，我就是松。你看，我一接触我就进，一接触我就进去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我们所有的都是松的，所有的接触都是松的，松的我才能跟你，我们叫缠绵嘛，缠绵嘛，跟男女之间嘛，你们夫妻之间缠绵在一起，是不是要松的？你们说我们两个在床上缠绵，我是这样子的，那不叫缠绵嘛？双方都放松，那个紧密度就越密，同样的嘛。那我要操控你，我当然跟你的紧密度要够啊。我如果是这个样子，我跟你的就没有紧密度嘛，我都在表面上面滑动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如果是放松，你看，我就进去了，我跟你的紧密度就强了。我跟你的紧密度越强，我这里的稍微改变，我的改变就造成你的改变，听不懂？所以最适合女孩子，女孩子不要想用力，松、绵、柔的，掌握到对方的力量的走向是什么，去改变它，就是这样。听不懂？所以说起来就是这个道理，说起来很简单，那就是我们的观念里面，就是我跟别人接触，我一定要用力量，我一定要用力，这个观念不除掉就很难了。这样懂吗？你用力站好，让我推不动的结构 OK， 这样子是不是好？这样子，我如果这样推，它有力顶嘛？因为这是它最好的结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是我跟它接触的时候，我把这个力量，它的肌肉走向一改变，它就没有了。我把你这个肌肉走向一改变，你就没有了。听不懂？还不懂？我如果你的力量是这个样子嘛，我跟你正面这个样子，你有力量来抗我。好，我在这个地方变哦，我把你这个力量的走向，我把肌肉的走向转成到这个地方，你是不是就没有了？你那边马上就没有力了，是不是？最明显是这里，因为这个你再来这样站着，因为这个地方是主要的力结构嘛。我如果推你，这个是很有力的嘛，是不是？可是我在这个地方，这两条筋是最主要的。我在这边，我把这个筋往这边移，你就没有了。我把这个筋往这里移，你也没有了，因为你的传导断了。因为我是直线往前，你直线往前，在你来讲是最有力的嘛。可是我就不要你直线往前啊。就不让我去。那我就改变你的结构啊，改变结构，我不是改变你整个，我就改变结构里面的一部分，那个力量的传导的一部分就够了。听不懂？所以我们在做的缠绵，在做的就是这个。缠绵就是我跟他的接触。就是把他前面的力量的头带走。那你有紧急？你这个给别人拿放着。来，我们如果说这样子，我们两个要摔，通常是什么？通常是用这个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。那它是在最好的结构啊，我在这个上面要去跟他拼那个，我太吃力了嘛，所以我要做什么？我要做的是改变这个，所以当我这个的时候，我这个改变这样子，它就倒了。有体会到吗？嗯，就是这样子。就是不要
对方的意，它的架构不要在它就架构上，你的军队出来，堂堂正正，你的阵都不摆好了，是不是这样的一？定是从侧面。啊？你都摆好了嘛？那是你最有战力的地方嘛。我突然出一个骑兵，你马上那个阵要派一个去堵那个骑兵，你的阵是不是就破了？你的阵就要变了。那个时候是你最没力的时候，就这样子，结构把它化掉。结构把你破掉。可是我不破你的整个结构，因为我破你整个结构也太吃力了。就是比方讲，你一个椅子、一个桌子、一个结构的东西，它很稳定，是不是？你把关键一个小地方，力量传导的地方，把它弄破一点，这个结构就垮掉。听不懂？了解。那方法很多，像有些摔跤就是助理讲。可是摔跤他们主要是用这个力量把对方失掉重心嘛，这种用法比较少，好吗？我跟那个苏伟他也学柔道嘛，一接触我跟他一接触，我这个一用他就倒，因为哎。老师，对手有撩汉皮肤比较滑，怎么样摩擦？啊，因为撩汉的话会比较难摩擦。手还可以用。对，也有这样的情况。你来，有很多像这样，他流汗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啊，很滑，我没有办法缠得住嘛。对。哦，OK，这就破了，很多地方哦。所以我在摔人，你不一定要用那么大的力摔，你知道吗？那手一进去，我没办法摔他进来，叭抓到这个地方，叭你要他向哪倒，他就向哪倒。很多地方，这边，它很滑，捏进去。耳朵、下巴这边，好像你之前说不用抓这样去抓。对，这样不懂？啊，那如果来，它很滑，我跟它的接触面积变大，比方讲我们两个都变成这个样子，他用力量来甩我，是不是这样？可是我呢，我用改变我的这个方式，我用改变，你看。我用改变我的这个肌肉，你是不是就动了？对，啊，是动肌肉。对，所以我不需要这样子跟你拼嘛，我改变我跟你接触面的那个肌肉。也不是真的动关节，也是好像你跟我们讲这样。对，这样会懂？所以要练到你身上的肌肉都会动，你要它往哪个方向动，它就会动，因为它就是你跟对方接触的时候，它就是手了。这样懂吗？哎，所以它很细腻，你要身体的控制要很细腻，所以我们就不要练那么大的肌肉了，晓得吗？你肌肉越大，越容易被抓，因为肌肉越大，那个肌肉的间隙就越明显。你懂那个间隙吗？就是肌肉到肌肉的那个缝啊，肌肉到肌肉的那个缝就越明显，那个地方就可以抓。听不懂？那边抓就很痛。啊，所以手指要有力，啊。好，有问题吗？所以，真正在伤人啊、打人不需要练出一拳有多重，踢一腿有多重，不用。所以内家拳他不讲这个，他讲的是我刚才讲的这个。这些东西你都不需要一拳有多重，一腿有多重，不用。因为人身上有很多地方，你可以做这些处理。
这样不懂？哎，啊，所以这些都不好看，啊，啊，聊音也不一定要聊音了，不一定要聊音，啊，光是上升，我刚才抓的很多地方啊，很多地方就很多，啊，常常撩阴腿是什么？常常撩阴腿过去是要他的身形改变，因为阴是男人下意识的你要去防御的地方，所以这边的威胁一来，你自然会后退或自然会往回缩。我要的是这个，要的是这个，不一定我真的要踢你的阴，我要的是你这个身形一变，我就打头了。啊，好，还有问题吗？